来，老师跟着学姐一起帮我们介绍这一支茶韵 Regalian。这个牌子好像是第一次介绍。对，好，第一次介绍这个品牌。去年有闻过了，你已经闻过了。那我们边打开，那老师边讲一下这一支你所印象中的茶韵这一支的味道好不好？以及你喜欢它什么特别的地方？这一支是我在去年闻到的，然后这一支也是应该是这个土耳其品牌的应该是讲最红的，也卖的最好的一支香水。OK， 因为它我觉得还原是还好，但我觉得它真的是营造出了我以前去土耳其玩的时候，那个整个土耳其的午后，你在午后漫步，你喝到的那个苹果茶，给你的带来那种悠闲感，那种氛围好像不敢讲是世外桃源，但是它那个悠闲的氛围真的是非常的到位。OK， 那土耳其你多久前去了？哦，今天才翻了照片，发现2005年去的。哇 ，OK， 2020年前。对，20年前。好，那我比你晚去一点。我个人也非常喜欢土耳其这个国家。那我还推荐了同事，都去员工旅游一下，首选土耳其，他们已经去过了。哦，除了学姐还没去之外。真的吗？大家都去过了。是的。好，来，那你最有印象的是哪一个城市嘞？卡帕多奇亚。哦，热气球的地方吗？对，但我没有去搭热气球啊，真假？那你去那边干嘛？没有，那边也很棒。因为一开始不知道说有热气球，是到了之后，那朋友跟我说，那边有很多，那边有热气球可以搭，问我要不要去，但是要很早起来，而且那时候觉得价钱不便宜，所以想想算了，这应该没有什么太大差异，因为那时候不像现在有很多的部落客有 YouTube 那些东西，要先喷吗？对，好。以前有以前有那个没有那个 YouTube 这些影音可以看，其实你完全不了解说你对于卡帕多奇亚这个地方搭热气球看起来什么感觉。你如果现在在 YouTube 上面看到人家搭热气球从上面往下看，我相信去了之后你不去搭热气球，一定会觉得很可惜。对，真的是一种遗憾。是。那为什么我这么说？因为我有去，我有搭到热气球，而且我还飞。当天飞最高的那一次400多颗气球在天上，那一种壮阔感，而且我们还上去看到了日出，还拍到日出的画面。对，还要天还没亮之前就要去搭了。是。来，我们回到这一支，老师这一支刚开头的柑橘带着花香，对不对？然后呢，还有一点水生的味道，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闻到有一些海风吹来的味道。非常像是在博斯普鲁斯海峡，看着它的皇宫，面对了这个海峡，那海鸥还有海水拍打在这个伊斯坦堡这个城市。来，我觉得那个海风吹过来的花香，鸟语花香就这个样子。你有什么画面？学姐刚开头闻到了什么？它这是比较欧洲的那种花茶的香气，我觉得现在橘子的味道还非常的明显。我到现在都还是柑橘的味道。你还是柑橘？很柑橘。但花出来了吗？你们的花没有，但我有闻到水汽，水汽嘛，对，有水汽的感觉，但花我还没闻到是什么花，我在闻它到底是什么花。橙花，它是橙花吗？我在猜，感觉应该是，我感觉有点像。好，那老师开始，那时候你闻到的这一支，为什么你会特别喜欢这一支？当初第一次闻的时候，它的那种苹果红茶的香气。但它不是那种台湾你去那种手摇饮的店里面去买的那一种有水果气味的红茶，不一样。土耳其人他们日常居家招待客人，然后呢很常喝的一个饮料就是他们当地的苹果茶。
苹果茶。然后如果你是真的在土耳其喝的苹果茶，他们用一种他们自己的粉冲泡出来的，我不晓得它原料到底是什么，但是你喝起来就是有苹果香气的一个茶香。然后呢，而且他们一定喝热的。他们不太喝冰的，我不太知道为什么。那是夏天，我暑假的时候去的，然后觉得热的要死。然后为什么他每一家店都要请我喝很热的那个苹果茶？对。那现在回想起来，我会想说，因为当地他们比较干燥，然后他们比较干燥呢，可能，喝热的，我在想啊，是不是喝热的你不会这么急的想要把它喝完？其实反而能够慢慢的帮你解渴。对，而且你在店家他也会招待你苹果茶，对不对？对。然后你就会因为热的，你就做的比较久，把你留客留没有久一点。为了一个苹果茶，你在店里留那么久？我就这种人。好，学姐，我有闻到苹果的味道。哎呦，还真的越被你们讲，苹果就真的出来了嘞。而且是红苹果的味道。是啊。然后因为国外的土耳其的茶是属于带一点辛香料的马黛茶，所以我一直会觉得有辛香料刺激你嗅觉的那个氛围。老师，那你开始变化有没有比较？你之前所闻到味道开始陆续出来了？有，但很淡，我还是要再等一下。我的蛮苹果红茶的。你的苹果，我现在就是马黛茶跟红茶味道都出来了。我现在苹果都出来了，有。对，很明显。这还蛮还原苹果茶的香气的。是。如果不讲苹果的话，其实前面呢还没有闻到这一个元素出现呢，对不对？因为你会一直觉得被柑橘调带走。对，反而慢慢的这个苹果茶在热水当中晕开来，那个气味就开始走出来。对，那个水汽感倒是真的，一喷出来，你就会感觉就是很像你端一杯热茶，然后那个蒸汽跟烟会冒上来的那个感觉。还有一个原因，苹果茶喝热的，我觉得应该是它那个热之后，那个香气会比较明显。对。因为我曾经把它冰起来过，因为我有带包回来自己泡，然后喝不完我把它冰起来。对，那喝起来你也会觉得好闻，可是那个香气就会比较淡。对，就没有像热的那么的好，因为分子热的时候它也会比较活跃嘛，对。OK， 好，老师，那这个有给你画面带出来了吗？土耳其的画面。我就直接给你看照片就好。他一直很想秀他去土耳其那时候的照片。对，你有刚好在喝茶的照片吗？不是，我们在开始拍之前，老师就说他们的午后你会看到有一些小猫，它会躺在街边，然后我就把这只猫，因为这只因为刚好背光，所以呢，我就再拍了一张这个，对，它在趴在地毯旁边的那照片，然后就是悠闲到你看到那只猫，你都会觉得你很想跟它一样，静静的午后，然后坐在街边，然后欣赏着。他们路上下午真的人也可能大家都在休息，不知道是上班还是可能在睡午觉，他们都很那种悠闲的感觉，是非常的舒服的。这个不是苹果茶，我已经忘记，因为太久了，我不知道这其中是不是有一杯苹果茶。对，看起来是右下角这个比较深的是红色是苹果茶。对。那你有没有发现说，他们那边是猫友善国啊？真的？对，你知道为什么？因为回教国家，土耳其也几乎是回教国，回教了那他们对猫是很友善的，这个是源自于他们宗教，因为猫在他们的宗教里面被誉为是圣洁的，所以他们很喜欢那个猫。我看到了，原来这个是无花果，我当年还不知道这是什么水果。对，无花果，对，给镜头前朋友看。好大一颗哦！你有没有吃过？我那时候没有买，我那时候买他们的什么葡萄好甜，他们的葡萄好甜。这个我们吃过，吃的生的就很像水蜜桃，里面吃起来就很像水蜜桃。他们的水果是真的也很棒，我觉得他们水果很棒。他那边的就是水果跟花卉其实都是很厉害，像那个郁金香啊，最早的品种其实是土耳其带过去的但是却是在荷兰被发扬光大。好，那
前调，目前我们开始走到苹果茶的味道了，对，出来了哦。那我们待会中后段再跟大家讲这一支的变化，还会再改变，可以跟你保证。我觉得它是越来越明显，它的香气。好，那我们现在好好认真讲，因为我们开始影片也会陆续上到各大 podcast 平台。好，有时候不要看到人，会更有想象空间，好不好？我不是说学姐啦，我是什么意思？没事。好，回头见，拜拜。茶韵出来了没，老师？有。哇，来，现在是什么样的？味道出现，很带着一点点燥感，然后它那个花香跟它那个茶香，花香比较像是陪衬的感觉，然后它的茶香很那种我们讲那种你端了一杯热热的苹果茶，然后那个氤氲的那个水蒸气茶气，然后在那个空气中慢慢的飘散出来，你会有一种那种很舒爽的清新感，对，好像一切都洗涤了哦，都干净了这样子。因为你想看你在那个我记得那时候我进有一间店，因为我姐说她想要一块地毯可以挂在墙上那种，他们叫挂毯，那一进去看啊，只要好看的都要好几万。对，所以我没有问太多，大概问了几条，我觉得我看得上，也觉得不错，对，都是这种价钱，而且因为他们，我不晓得，可能那间店它都是纯手工制作，哦，所以就比较贵了。对，但我讲实在话，他们那些挂毯真的非常的精致，真的很漂亮。那你后来有买吗？没有，因为太贵了，实在买不下去。而且要寄回来吧？对，那个应该没有办法自己带。对啊，除非你买 A4 大小的。就是小小的那个地毯，所以你就会觉得，我觉得撇除就是问价钱，然后你就坐在里面，然后他端了一杯苹果茶给你喝，然后你就很悠闲的讲说，你也不考虑价钱的问题，你今天要买那块地，你要买块地，你就可以很悠闲的这样慢慢的看，慢慢的欣赏。对，OK， 所以这味道带你回到了15年前去的那个画面，20年前，20年，OK， 好。Oh my god！ 有看得出来，你在闻这味道的时候，心境上是很沉醉在那个20年前的记忆当中了。哦，有一种虽然我那一趟去掉了钱包，又掉了我的相机，真的啊，是被偷还是你自己忘了？掉了。相机是他们有个地方本来是皇宫，后来变成类似像。给人家大家展览的一个博物馆那个地方，皇宫，我知道那个皇宫，没错，我就只是坐在那边，然后我在整理我的包包，然后相机先放旁边的地上，我坐在地上，然后我朋友叫我说他要往那边走，我就说哦好，我就站起来往那边走。我跟你讲，走过去不到5秒钟的时间，我想我相机还在地上，一转过来已经没有了。你那时候是20年前就这么凶猛了。对，然后呢，手机是钱包在哪里掉的？我搭他们的地铁的时候，我们要去机场，然后搭地铁的时候然后你到机场没有用钱包，不会用钱包，是在哪里发现？是我们到曼谷转机的时候，我们在曼谷要过夜，我在曼谷的机场我就发现我找不到我的钱包，我后来回想，应该是在那个土耳其掉的，对，因为后来还有那个机场人员还有带我回飞机上，人家已经要起飞了，还硬逼着不准他们起飞，还叫我赶快上去回我的座位去找我的钱包，也是没找到。后来回台湾就发现被盗刷了，而且他是在机场盗刷的，你就可以知道他是马上在你支付之前赶快去盗刷。是，天哪，哇，好吧，那就是专人在偷。这也告诉我们去欧洲旅游真的特别你的钱包要小心。就是你的贵重物品背在前面是你的，背在后面是别人的。要有这个观念。对，你有要补充的吗？没有，只是想说被刷了多少不是很重要。快6万。哇，那个时候的快6万很大。有2张卡，因为我都带2张，一张台新，一张台银的。台银你就是我就打电话跟他讲说我被盗刷了，虽然隔好几天了，然后他就说哦好没关系，他就
他就不算。哦，那还不错。但是台新的那一张他就不愿意承认，为什么？因为他说我那时候因为我不晓得一定要亲自本人去指付才可以，你不是本人。我那时候是请我同事帮我把台新那张挂失。对。可是呢，台新后来会说必须要本人挂失，那我不晓得啊。他就说除非你能证明，所以说你要证明就是说不是你的，所以那后来又走了很长的流程，我才没有付那笔钱。是，对，OK， 好，这个也是提供大家一个经验参考。对，一定要本人指付，本人指付挂失啦。对，那无论如何，虽然钱包跟这个包包掉了，但终究人平安回来。好，包含记忆也回来了，至少这一个味道给你的记忆是正面的，不是对负面的。OK， 来，那学姐这次后调，我刚刚上那个国外的官网查了一下，我想说为什么一直找不到这一支在哪？就原来他把它归类在他的土耳其玉系列，他有个系列是指土耳其玉系列。然后想说它归类在里面，然后把它点开看，它就是要描述说你洗完一个很棒的、很舒服的 SPA 完之后，对，喝一杯很香的苹果茶，有那个氛围，它这个皂香就是有这个洗完澡的味道嘛，对不对？然后就是有很好的瓷器的那个漂亮瓷器装的茶的感觉，然后土耳其玉，你洗澡的时候那个漂亮瓷砖浴室水流过去那个干净的感觉，有。好，很香。对，如果你去土耳其，他一定会推你土耳其玉，有机会你去试试看。我印象中一直觉得，就是土耳其虽然不像台湾那些大都市，我那时候伊斯坦堡算是他们最先进的城市了，可是商业城市，你都还是觉得街道是很干净的。尤其是我那时候我们有搭他们国内线的那个火车，普通车的火车，我还特地去摸它的窗框那摸，是没有灰尘，你摸起来是没有灰尘的，很旧很旧的火车了。可是你摸我特地去摸那些呢，真的是非常干净。所以觉得果然是一个很有历史文化、很有水准的一个国家。好，非常谢谢两位帮我们介绍，给个分数一下。老师这一支你给他几分？9.7分。9.7分。学姐嘞？9.8。9.8，有洗完澡的都给9.8。林心丽你给几分？我应该也会给到9点，我因为还没有感受到它后调，我刚才喷嘛，前面也是有到9.7、9.8左右。对，我觉得它的味道我一闻就很高级，对，就很有像刚刚老师说，在一个很精品的那种店里面。我觉得如果是在现代，因为土耳其我没有去过嘛，但我觉得这个味道会让我联想到说，你在一个很棒的一个氛围的精品店里面的时候，就是喝着一个就是花果茶，然后看着那种赏心悦目的就是装潢这样那种感觉，是历史古文物了，对这些，好，非常感谢你今天跟我们一起欣赏这一支。那这一支里面的茶不止苹果茶，还有马黛茶，还有红茶、白茶、绿茶，香很所有的茶香的集合都在里面。有机会来现场找学姐试试看喽。OK， 我们期待下一次见。我们接下来也会把它推播到 Podcast 上面，大家边开车边通勤的时候都可以听我们用听的分享香水。下一集见，拜拜，拜拜，拜拜。